娜娜感觉到了龙灵命器的力量。哼，这就是第一重试炼嘛。唉，我准备好了，只要按下这个开始按钮，大魔王的试炼就将正式踏上征程。加油呀，克拉丽！我以前都是透过蛋壳远远看着，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试炼，好期待呀！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兴奋？又是新的试炼者，一如既往，渴求永恒之人呐，你需坦陈你的真心，阐明你的意志，将你的灵魂置于不朽的天平之上。这只金杯为求取情感之人所制，而欲求不朽，你需证明你的智慧足以使其满盈。这柄权杖为求取权柄之人所制，而欲求不朽，你需证明你的勇气足以使其灿耀。这把宝剑为求取力量之人所制，而欲求不朽，你需证明你的信念足以使其锋锐。龙灵的光泽会赐予你永恒的不朽，但并非所有人的生命都可将其重量承受。不朽的天平之上，谎言无处遁形。遵从内心的呼唤，你的灵魂将揭示自己真正的价值。去吧，触碰那第一件圣物，由此关于智慧的试炼便会开启。我期待着你的回答。什么东西？试炼还写出独立世界观来了？娜娜觉得讲的挺好的呀。我很难评，不过有一说一，这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还挺先进，连游戏界面都适配了我的操作习惯，感觉之后能给原理工作室做参考。哇，克拉丽，试炼要开始了！关于智慧的试炼呀，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东西跟刚才的风格差得也太远了吧！而且封面上的人怎么看都是笨蛋赫利亚，匹配玩家记忆改变幻境内容的技术就用到这儿来了。算了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个游戏。虽然这种游戏类型我确实涉猎不多，但大魔王克拉丽从来不畏惧任何挑战。原来这就是笨蛋赫利亚呀！会出现在封面上，是不是代表着他是克拉丽很重要的人？才不！好吧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。算了，他确实是。等会儿，你不会是打算问他是比我还重要的人吗之类的送命题吧？当然不会啦，因为娜娜可是龙呀！啊，很有道理。下雨了，确实是我最喜欢的天气，适合窝在被子里，一边吃零食一边打游戏，除非有个笨蛋非要拉我出门。克拉丽，哦，果然是笨蛋赫利亚。说什么呢，克拉丽？怎么我们才刚见面就叫我笨蛋？难道是因为让你久等了？抱歉，
你来很久了吗？是啊，我已经重新刷新了破影高手的排行，因为等得不耐烦，甚至又重新开始逃离隐恶的冒险，全部都是赫利亚的错。哎，克拉丽今天竟然来得那么早吗？当然，总之你要补偿我，接下来的时间你都要听我的。我想想，对了，就罚你也陪我一起打游戏吧。哼哼，赫利亚可是最看不惯我贪玩游戏了，这个赫利亚会同意吗？照这么说，克拉丽，你今天是不是玩太久了？哦，那你是不想为让我久等道歉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游戏还是1天1小时最好。克拉丽，要不换一个别的要求？我不管，我就要。唉。啊，等等，我的按钮不听使唤，摇杆漂移了。借口！可恶，克拉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赫利亚，你冷静一点，玉石俱焚不是什么好的战术。赫利亚，你给我反省！这次失败的爆炸至少让我的排名在排行榜上倒退了12位，你要怎么赔我？克拉丽，该反省的是你，你这个不诚实的家伙！刚才我看了你的个人战绩，在我们一起玩之前，今天根本没有新增记录，你骗我！不好，大意了。克拉丽，不许逃！看见赫利亚生气，小比脑子快的跑起来了。哦，这个音乐是……记得当时和赫利亚刚到欧夏的时候，也被这个音乐吸引过来着。抓到你了！唉，犯错被抓也不至于立刻逃跑吧？这个音乐……赫利亚，难道你还记得这个音乐吗？不，我是第一次听。那位音乐人是今天刚来这座城市的，我不可能听过的吧？为什么是问句？不对，你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克拉丽，如果生命只有1天，你会觉得短暂吗？1天怎么说也太短了，就像蜉蝣一样，早上出生，晚上就会死。虽然说正常的一生也没有多长，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奇怪，玩家视角的我暂且不谈。作为重复的1天里的 NPC， 按理来说，赫利亚不应该知道真相啊。就当是被你传染了吧，这不就是你的风格吗？我已经习惯了，你总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梦想。看来我的设定在哪里都没有变过。对了，赫利亚，作为道歉，我给你买点心好不好？原谅我吧。好，那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你要买什么点心？难道是铭记新出的千雪酥？哦，那个啊，比起挖掘未知的便利店美食，我觉得到甜蜜舌尖享受平凡朴实又稳定的幸福会更好。那可就不是30郎能买到的幸福了。你带钱了吗？哼哼，不就是游戏币吗？大魔王的事你少管。真是完全拿你没办法。喂，是甜的魔女，那个神秘的被你称作甜食界的堕天使的家伙，让我们见识一下吧。克拉丽，你在对店长小姐说些什么奇怪的话？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你竟然知道那个名字并那个称号，那么我也要拿出配得上这尊名的实力才行。已经准备好陷入堕落的迷雾之中了吗？什么？这2个人的电波竟然对上了！那个羞怯的斯威特小姐竟然……呵呵，好胆量，竟然敢对大魔王发出这般宣言！赫利亚，付账。感谢惠顾，请随意就坐。
现了，这就是寻梦者说起过的欧夏最不可思议的甜品——痛切的青木。之前在记录中看见就很好奇来着，想不到竟然是在这里得偿所愿。哼哼，想不到吧？可恶的游戏设计者！的确看起来很不可思议。说起来，这个痛切的青木应该还是个蛋糕吧？为什么会从甜品上飘来深色的雾气呢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堕落迷雾嘛！让我大魔王克拉丽来会会你。尝不出来，难道说这是不存在我记忆里的味道？所以真好吃！什么？这个口感真令人惊讶，还有和这外观截然不同的馥郁奶香，果味很清爽，这个植物芳香也令人不可思议。克拉丽，即使是对甜品不感冒的我也……好了，不许说了。真令人嫉妒啊！一定是绵密却层次分明的口感，恰到好处的甜度，奶香和果味的完美平衡，还有复杂陌生却又沁人心脾的植物芳香。真厉害啊，克拉丽，你形容的真好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那当然，还有谁能比我了解你？还真是传统的设计啊。不过，既然是这种可以量化的数值，应该很容易找出通关条件。我多年的游戏经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虽说是根据我的记忆擅自改造的幻境，但有一种和赫利亚一起打游戏的感觉，还蛮有趣的嘛。如果能顺利离开这里的话，就在现实里再试一次，邀请他一起打游戏吧。至于现在，可以久违的睡个好觉了。说什么呢，克拉丽？怎么我们才刚见面就叫我笨蛋？难道是因为让你久等了？抱歉，你来很久了吗？酷，真的连对话都和上次一模一样。抓到你了！唉，犯错被抓也不至于立刻逃跑吧？这个音乐……结果这个赫利亚只是个会重复对话的游戏 NPC。算了，我在期待些什么？好，那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你要买什么点心？难道是铭记新出的千雪酥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还真是聪明啊！我一直想冒险尝试一下新品，比如便利店的隐藏款，只要30郎就能体验不一样的幸福。好啊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让我看看这次的选项会是什么剧情走向。真好吃！赫利亚的反应差不多，好感度也没有变化。看来那个并不是关键选项，通关的线索在别处。不过大魔王克拉丽已经心里有数了。糟糕，我是不是还挺乐在其中的？说什么呢，克拉丽？怎么我们才刚见面就叫我笨蛋？难道是因为让你久等了？
抱歉，你来很久了吗？来了，这里就是开始。谜底就在谜面上。既然是好感度游戏，那就有提升好感度的方式，只不过他们都需要我自己找出来。没有，我其实也刚来，正在感叹这种糟糕的天气里出现了一个笨蛋，倒是让他看起来没那么糟糕了。是吗？对你来说这也太早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到午饭的时候才姗姗来迟，然后跟我抱怨为什么我不能把饭送到你家去。我有那么过分吗？现在要去哪里？选了这里碰头，要玩克拉丽最喜欢的游戏吗？虽然一起玩的时候他也很开心，不过……要一起玩吗？倒是不用迁就我，我们原本约好是要去做什么来着？不，我们只是约在这里见面，没有说过要去做什么。那就赫利亚来决定，总是让你陪着我任性，多不好意思，也该我陪你一次了。那要不要去图书馆？我很喜欢那里的氛围，很早之前就想邀请你了，结果阴差阳错，一直没遇到机会。隐藏地图，这下总算有进展了。都听你的，大魔王克拉丽今天的时间就交给你，去赫利亚想去的地方玩个够。那等雨停就到图书馆去怎么样？到雨天为止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好吧，大魔王勉为其难带你飞上几句。天放晴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克拉丽，走这边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4只耳朵都听见了。找到心仪的书了吗？没有。或许我并不是在找某本特定的书吧。谢谢你，克拉丽，谢谢你陪我来图书馆，谢谢你。我一直以为这个心愿再也不可能完成。赫利亚，你知道你欲言又止的表情很明显的吧？连我都跟着心烦意乱起来了。克拉丽，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不断重复的永恒一天里，你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吗？果然，这个赫利亚知道些什么？难道就像电影桥段一样，他是最先意识到自己被困在永恒一日中的人吗？如果就像独档游戏一样，每一天的开始都回归初始化，因为没有记忆，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痛苦，什么是幸福。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其中，那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痛苦，因为重复的喜悦就会变得千篇一律，然后令人觉得虚假。但不管是哪种，努力活过的每日被定时刷新成不曾存在的无用功，不管怎么挣扎都没法留下能延伸到明天的痕迹，不觉得很残酷吗？所谓人生，就是不管哭也好笑也好，都要往前走，普普通通的每一日不断延续下去，从过去再到现在，直至未来。只是重复同样的一日，什么永恒？这明明是牢笼吧？是啊，克拉丽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充满希望，心向未来。你值得新的一日，值得更加长久的明天，而我已经被永远困在了时光里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我们这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吗？说吧，你还有什么愿望？大魔王克拉丽女士来亲自帮你一一实现。我有个愿望清单来着。什么？每一项都很简单，但是数量太多了，一天的时间是无论如何都不够的。我不知道在日落前能完成多少。让我看看。听梦谢的演唱会，看一场关于小狗的电影，做一次卡片占卜，逛花店和家具店，以下省略。
就这？不过确实太多了，按一天计算的话。是啊，所以我已经放弃了。不如陪着克拉丽玩你想玩的游戏，尽可能让你感到开心。赫利亚，走，我们去完成你的愿望。哎，我已经厌倦跟着游戏选项走了，既然跳出常规才能发现新的路线，索性玩得大一点，横竖都不会亏。而且，就算你只是顶着赫利亚的脸，我也希望你能笑起来啊。说老实话，我有点后悔了。我应该猜到的，既然是根据我的记忆改编的内容，那么我能看到的关于狗的电影，真是太感动了。一只小狗一直在原地等待着对它来说最重要的人，守望属于它的那一点点记忆。你冷静一点，赫利亚。感动是他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看了一遍，拖拖等我放学而已。真是动人的歌喉啊，感觉心情像是被洗过一样。谢谢你，梦谢小姐。真是动人的歌喉啊，感觉心情像是被洗劫过一样。谢谢你，奇洛前辈。牌面和水晶球告诉我，二位被命运的丝线紧密相连，往后也将一直牵绊在一起。哦，这不是挺准的吗？赫利亚，你算的是哪两位啊？当然是你们二位呀。怎么样，选哪一种？我不太了解花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种时候不就应该求助懂的人吗？店长，有没有那种象征坚韧、实质弥坚性格的花？花语要是温柔坚持的就更好了。谢谢你，克拉丽，今天我很开心。哦，我也很开心，这种小事就不用客气了。可惜你的愿望清单现在才刷了不到1/5。别说傻话了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很满足。我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心情了。今天的幸福程度让我觉得，即使这是最后一天也没关系。这就是活在当下的幸福之人吗？是不留遗憾的幸福之人。而这多亏了你，克拉丽。好了，不许说肉麻的话。明天见吧。只要我还能记得，一定会带你尝试后面的4/5。总有一天，要把你的愿望清单完成。好，明天见了。明天。受困于匣中的生命，怎么会有明天？我受够了。我受够了重复，受够了告别，受够了对着他的笑脸说谎。克拉丽，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明天。今天玩的真尽兴。不过，总觉得今天的赫利亚怪怪的。如果他真的是发现了自己身处永恒一日的电影主角，不应该说服我和他一起寻找破局的办法吗？明明这样才是最合理的办法，他却完全不为所动，就好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一样。不是他发现了什么真相，而是他一手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糟了，我犯了个巨大的错误。这个故事的主角，要做出选择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赫利亚。这就是下一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看不见我自己？
抱歉，克拉里，我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你的明天了。我会为我的重罪付出代价，但我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。自从你在手术台上心跳停止的那一刻，我的时光也停止了。我违反禁令，私自备份了你的记忆和意识，但实验室的设备最多只够演算12个小时的模拟数据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不断重复着你生前的最后一天，那是最美妙的一天，因为我还没有失去你，但这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值得新的一日，值得你向我畅想过的所有美好未来。即使我要为此付出我的全部，我即将把你上传到分布式卫星人工智能数据系统主机里，它的酸力足够给你永远的生命，做你想要的一切，再没有人可以阻止。再见了，克拉里。现在，我把这个世界送给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人类将自己的智慧化作蜜酒，用以亲近金杯，又以情感化作橄榄叶，点缀其上，以此来证明金杯恰好斟满。我既已得见你的智慧，其足以求索永恒的馈赠，便将第一凭证置于此处，放在不朽的天平之上。如此，第一试炼就此落幕。醒啦！娜娜一直跟在克拉丽旁边，给克拉丽加油打气。克拉丽，看，这就是你的凭证，是你通过智慧试炼的证明啊！亮闪闪的，亮闪闪的。虽然我已经说过了，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。什么玩意儿？就算我明白这只是个游戏，赫利亚只是根据我的记忆补全的形象，还是很让人不爽。我认识的赫利亚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创造这种幻境的家伙，该不会以为自己很幽默吧？还是说有什么心理创伤？克拉丽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我为什么要为这么莫名其妙的游戏不高兴？我只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结局。可是这个结局里，克拉丽活下来了，还获得了永生呀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那位赫利亚的选择，不是我的。如果我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场骗局里，还不如在变成这种结果之前趁早自我毁灭，让大家都好过。我是个心智正常的人，经历过丰富的人生，有充分的能力做出选择，而不是任凭他自我牺牲，然后把道德困境丢给我。可是克拉丽，你不是说无论发生什么都想活下去吗？娜娜，这不一样。我愿意付出努力，忍耐痛苦来求生，但这其中不包括把他人作为代价。更何况，这有悖全人类的伦理准则。数字生命的伦理道德需要更多的讨论，更深的思考。我还没有能力讲清楚这个问题，但在那之前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赫利亚去做这种傻事。你凭借自己的智慧看破了虚假的永恒，获得了真正的永生。哼，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我很高兴看到赫利亚不择手段、不顾一切，牺牲自己为我换来了永生一样。
不可以吗？无法接受重要之人的离去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想要换回他的生命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啊！这么扭曲的想法是谁教你的？我不知道。娜娜只是隐约记起来，身边曾经有个人有类似的想法。听她说多了之后，娜娜也开始觉得是不是这样才是对的。那我劝你离他远点，娜娜，你的交友眼光有待商榷啊。娜娜和克拉丽是朋友。怎么感觉我拐着弯的骂了自己？那个扭曲的想法，站在感性的角度或许有一定道理，但残酷点来说，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我牺牲、自我满足、自我感动。做出这种事的人，从没有考虑过被复活的人本人的心情和意愿。堆砌了他人的牺牲和代价延续的生命，真的能让人心安理得的使用吗？身为亲友，应该很清楚彼此的愿望才是。至少，如果我真的战死了，我肯定不希望赫利亚整日以泪洗面，沉湎于悲痛和过去的幻影，总是琢磨怎么复活我。顺带一提，上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，他的所作所为给地球带来了难以概述的灾难，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在，受害者不计其数。我相信赫利亚绝不会重蹈他的覆辙。我认识的赫利亚是女武神的模范，是不论摔倒多少次都会爬起来往前走的坚定的人。她会难过，会悔恨，会痛苦，但在这一切结束后，她一定能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接受我的死，带着我的愿望走向未来。当然了，希望她给我办葬礼的动作不要太快，能留给我一些自我抢救的时间。克拉丽说的话好难懂。不过有一点娜娜听明白了，就算娜娜很想念一个人，但如果复活他并不是她自己的愿望，她就不会开心的，对吗？理解的挺快嘛，真不错。我宣布，娜娜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龙。虽然我也是第一次见活生生的龙就是了。娜娜被表扬了，好开心。娜娜是聪明的龙。难道这智慧的试炼考验的是娜娜的智慧？说不定哦。不管怎么说，时间有限，我也不能总停留在这里抱怨不合理的游戏结局。走吧，去下一重试炼。好，我们要拉手吗？这也是什么奇怪的收藏品吗？这是坚定的味道，是下定决心后不变的心情。离开这里，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来请求你的帮忙。只是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一颗合适的星球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从来不会拒绝你的请求。毕竟，我还欠你一个愿望。娜娜很熟悉这个味道，平稳之下掺杂着一丝后知后觉的悔恨。娜娜突然又想哭了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忘记了很重要的事？你的感情变化还真是复杂，我完全跟不上。你倒是比我的刻板印象里那种冷漠无情的龙更像个人。娜娜也不知道龙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对啊，这是龙灵命器的力量。娜娜想起来了，这里就是第二重试炼的地点。为了配合氛围，我是不是应该喊一句“试炼启动”？不朽的天平之上，谎言无处遁形。遵从内心的呼唤，你的灵魂将揭示自己真正的价值。去吧，触碰那第二件圣物，
由此，关于勇气的试炼便会开启。我期待着你的抉择。一上来就玩这么大，还有这个一看就致敬了什么经典 RPG 的封面，很显然是根据我记忆中最喜欢的游戏还原出来的。我不会被告吧？不过这个游戏设定怎么是打倒魔王之后？是后日谈之类的东西吗？奇怪，看来不试试不会知道了。还好，保护住了。什么情况？赫利亚，赫利亚！克拉丽，太好了，你来了，我终于可以把这永生的灵药交给你。你这笨蛋，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既然有那种东西，为什么不自己喝？当然是因为这一开始就是为你而求取的呀。我们了不起的勇者，3次战胜魔王的英雄，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有意义的事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抱歉，不能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但我也想为克拉丽做点什么。克拉丽，自那以后，我一直在寻找这个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好了，别再说话了，你……这样，我就再没有任何遗憾了。我度过了无悔且幸福的一生，请你永远守护这个世界吧，我的英雄。怎么会有这么沉重的开场？那个笨蛋才不……好吧，那个笨蛋还真有可能做这种事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会轻视自己和自己的性命的人。我们为这一点也吵过不少次嘴了。这下还真是非同一般的沉重代入感。哦，这瓶永生灵药看起来就是这次的关键道具了。是不是在这里喝掉它，我就能当场通关？哎，算了，就算只是游戏设定，我也想先把赫利亚送回家。这瓶药就留在那之后再喝吧。看来第一站是王城。勇者克拉丽大人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好吗？哦，托龙的福，我真是好得不得了。您还是老样子，依然这么幽默。看见您一切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不知道勇者大人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柯磊，在第2次讨伐魔王的战役中，大人还救过我呢。您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没有变过。毕竟圣剑的加护让您拥有比一般人多1倍的寿命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看来在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人尽皆知的英雄了。没错没错，克拉丽大人是3次从魔王手里保护这个国家的大英雄，是人尽皆知的勇者大人。对了，怎么没有见到大人的伙伴圣骑士赫利亚？勇者向数位官讲述了伙伴的噩耗，闻言，数位官露出了悲伤的神情。
原来如此。那位从第2次讨伐战役中途就陪在您身边的伙伴竟然……您一定很寂寞吧？从前的您总是独来独往，不苟言笑。自从有了他的陪伴，您脸上的笑容都比以前多了。我很想念他。是吗？您漫长的人生还将多次面临这样的离别，还请您务必打起精神。不过，能不能求求您，这件事不要让默默知道？什么？说来有些惭愧，第3次讨伐魔王的时候，我的数位军新人后辈默默和我一同奔赴前线。那孩子也像我当初一样莽撞，差点就丢了性命。多亏圣骑士赫利亚相救，才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这遭遇竟然和当初您救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因此，我想他对圣骑士赫利亚的感情定然不亚于我对您。如果我听闻您的噩耗，不，无论是我还是王国上下，没有人能想象那种事发生。所以，还请您暂时对那孩子保密。请留步，赫利亚大人。该如何表达我对您的感谢呢？您甚至为我受了伤，我又该怎么向您道歉呢？只付出了这点代价就挽救了一条性命，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。而且，我不是为了你的感谢或是道歉而做这件事的。可是我这样弱小的人，怎么值得你？刚才那句话也是很久以前别人对弱小的我说的，对吧，勇者大人？请等一下，勇者克拉丽大人。哦，你就是默默。如果是要问赫利亚的话，那家伙没有一起来。我知道了，克拉丽大人，能请克拉丽大人替我向他带话吗？愿您的前路被月光照亮，愿您的归途一片平坦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带到的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死的悲哀往往都印在活着的人身上，所以我才憎恶死亡。所以下一站是哪儿？还有不少嘛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尝到味道。自从变成那种字面意义上能被一眼看穿的样子之后，我还没正经吃到过东西呢。蔬菜、酱菜、调味料、罐头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有点齐全的过分，甚至都可以煮火锅了？难道这里是勇者的秘密食物储存库吗？这些发光的蘑菇，说不定可以吃吧？喂，笨蛋，这个蘑菇怎么看都有问题吧？不是大小的问题，那个红色的也不可以。对不起，勇者克拉丽大人。小孩子本来就应该多吃饭多睡觉，为什么偏要跟着来？都说了，村子里的人会照顾你的，你不是非跟着我不可吧？因为我想成为像克拉丽大人一样的英雄，那就得变强，还有习惯冒险，这些都是克拉丽大人说的。啊，我还说过这种话。算了，这里虽然好看，但对于饥肠辘辘的麻烦小鬼来说还是太危险了。跟我出来。哇，愣着干什么？你想吃什么东西，过来挑一挑。喏，所谓勇者，就是只要背包容量不到上限，就会做到每个格子里数量都是99的了不起的拾荒者。
那种说法有点奇怪吧？不奇怪，还有闯进别人家翻箱倒柜，狠狠打碎所有罐子，打开所有看起来像是装着宝物的箱子，搜刮所有金币。嘿，这就是勇者啊！相信啦，我开玩笑的，勇者不是那种生物。其实这句才是开玩笑的。嘿嘿，真有意思。说好了，饥肠辘辘的麻烦小鬼，喏，过来吃饭吧。我不要，我不吃闯进别人家翻箱倒柜，打碎所有罐子，打开，记不住了。总之，不吃大坏蛋勇者的饭。哦，还挺有骨气呢。所以，我现在是克拉丽大魔王了吗？不是，你是打败了魔王的大英雄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真的可以吃那么伟大的英雄的饭吗？唉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哼，还有那种事，那个笨蛋小时候也太好笑了。不过一板一眼还有点拧巴的老师模样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哦，现在锅里煮的东西也差不多到了火候，我也要尝尝味道了。这种时候莫名其妙有点紧张。哦，这个味道竟然是和那个笨蛋一起吃的海鲜口味砂锅粥的味道，那粥可真难喝啊！但竟然还有点怀念。唉，不能和那个笨蛋一起喝这一口，真遗憾。总觉得一个人吃的粥都比那时有些冷了。明明在遇到他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行动的呀。唉，我好像越来越能对勇者克拉丽感同身受了。勇者在这惯常的落脚处填饱了肚子，又睡了一觉。天一亮，他继续踏上返回故乡的旅途。接下来竟然是要去大魔王的王座吗？勇者路过魔王城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已经开出了花。差不多吧，没有魔王的城堡，过几年也就该变成这种程度。至于这个王座，这就是大魔王的视角嘛。不错，满足想象。在所有勇者冒险游戏里，勇者总是击败各种各样的魔王，然后再发表一些正义宣言。在魔物视角里，勇者怎么不是一种大魔王呢？还是不管王国出现怎样强大的战士都打不倒的存在。毕竟有存档和复活点。不要大放厥词了，勇者克拉丽一定会打倒你。不仅如此，不管你站起来多少次，克拉丽都会把你斩于马下。笨蛋，不会骂人不用应变，放狠话这种事也可以交给大人来做。克拉丽，对不起，我无法忍受魔王对你出言不逊，说什么勇者不过只是逞一时之快的烟火，失礼了。必须想出一句更肮脏的话。冷静点，你不需要在这方面胜过他。王城戍卫军，冲锋！柯磊，现在不是你们逞英雄的时候。克拉丽大人，以戍守的誓言明确我等的志向，以卫护的坚韧开辟勇者的道路。这一次，就让我们成为您的剑吧。太好了，克拉丽，让我们对魔王发起制胜一击，不能让他们的觉悟与牺牲白费。小心点，别死了。太棒了，大家都找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，是时候给魔王看看勇者克拉丽这么多年潜心钻研的新招式了。嘿呀！
了吗？邪恶的魔王，这就是你命中注定的下场。不管是1次、2次，还是1000次、10000次，勇者克拉丽都会将你讨伐。你休想用那些妖言动摇克拉丽的信念。勇者和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不会消失，他会永远对抗你那邪恶的野心。人类没有那悠久而漫长的寿数又如何？我们会找到的。在邪恶魔王无法干扰我们的岁月之中，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英雄找到永生灵药。克拉丽，我向你保证，倾尽我这一生以及我所有的信念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永生灵药，让勇者不朽。向您宣誓，克拉丽大人。这也过于沉重了吧？那个笨蛋。也对，勇者的伙伴大多都是这么想的，他们总是凭借自己的意志与主角结下深情厚谊，并甘愿为其牺牲一切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勇者所背负的期待，总会将他推向离人群更远的地方。勇者会不断经历失去，体验别离，但他不能回头，也不能停下脚步，因为这就是那些离去的人寄予他的厚望。勇者不断地走啊走啊走，直到他发现自己早已孑然一身。故乡的村庄，这里就是最后一站吗？勇者回到了故乡，这里是勇者和伙伴曾经共同生活的地方。原来勇者的村庄是个下雪的地方啊，谈不上多热闹，不过天很蓝，云很白，空气也很清新。好像闻到了炖菜的味道。如果是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倒也不错嘛。谢谢。克拉丽，你看，拿到了很多慰问礼物呢。大家听说我们这一趟很顺利，都很高兴。对了，这是制作香料的婆婆，听说你睡得不太好，特意做的。还有这是村里的孩子们做的，据说是想做个安神的花环。不过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解毒草吗？睡眠状态也可以被解除的吧？虽然你说的很对，但还是别告诉他们真相了。你快要把那一兜东西都掏空了，怎么剩下的不肯拿出来？等等，克拉丽，那个是……原来是送给圣骑士赫利亚的专属宝物啊！弹弓、木质的手环，不知道能打开什么的万能钥匙。这个香料是百里香。你不会为这点小事就生气吧？都替我收着所有礼物了，我看看你的也很公平。算了，我道歉。不过这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非藏起来不可？我也不是特意藏起来，我只是觉得有点难为情。该说是受之有愧呢，还是觉得把他们放在勇者面前有点过于傲慢了呢？笨蛋，你都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每次到这种时候就会觉得，克拉丽愿意守护大家真是太好了。人们总是需要英雄拯救世界，与之相比，我能为你做的实在是太少。笨蛋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家伙在，我才会觉得这漫长的旅途没有那么无聊了呀。好沉重的感情，这笨蛋是这种设定吗？可恶，还真是，代入一下，连我都跟着焦躁起来了。生命哪有什么高低之别，每一条生命都无法用价值衡量，他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？可是对于永生者来说，还能体会这种感情吗？或许勇者克拉丽会逐渐忘记赫利亚的模样，忘记众多侍卫军的名字，珍贵的回忆在永生者的时间尺度上被压缩成一个模糊的标点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永生背后所代表的东西。
我以前总是仰望着英雄们的事迹，只看到他们的光辉闪耀，没能站在他们的位置，体会他们的烦恼。艾因、特斯拉、福华老师，他们在走过漫长岁月的时候，会感到疲惫吗？会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吗？会不会害怕自己会逐渐对生命失去敬畏，再也感受不到生命的重量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，又那么温柔。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我真的有勇气，在永恒的时光里背负起这一切吗？算了，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既然把那个笨蛋的遗物带回来了，那就送到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吧。这是赫利亚的东西，我想是为那个弹弓准备的回礼。不管怎么说，也应该送到你们手上。至于弹弓本身，让他留着吧。赫利亚他去了哪里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还会回来吗？他话语的分量很重，我的回答或许会改变很多事，又或者最终依然通向同一个结局。是吗？那要带我们向他问好啊。不过赫利亚的话在哪里都没问题的，毕竟赫利亚也是我们的英雄嘛。谢谢你当时送给他的礼物，他一直很珍惜的戴在手腕上。是啊，他就是一个会珍惜所有好意的人。这一点像您，勇者克拉丽大人，您做了一个很好的导师。如果我是的话，我不应该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我应当教过他生命的重量。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做出了伟大的牺牲，而他能安心做出这样选择的背后，是因您的高尚而淡郁的崇敬与信任。我不认同。抱歉，您一定很难过吧？一开始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把钥匙究竟有什么用。他甚至尝试过奇妙的仓库和神秘的石台，不过最后他终于打开了点什么。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东西。一个神秘的卷轴。是啊，一个神秘的卷轴。依照我的经验，这样的东西都需要拿到教会来鉴定，而我也更乐意让你拿着它。那个笨蛋一定希望送你一件回礼。我会收下的。你没有更多的话要对我说吗？我想，你已经不希望再听到任何话了。不管是对小赫利亚的喜爱也好，或者是对他的选择表示认同也好，为您而死的人越真实，您就越痛苦。你倒是很直接。因为我是个刻板印象的牧师，这个世界需要英雄，因此不管那瓶药水背后意味着怎样的重担，我也无法建议您选择另一条路。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了。该走了，现在似乎比刚才更冷了。勇者大人，你回来啦！对不起，又让你担心了，克拉丽。克拉丽，我会让勇者不朽，请你永远守护这个世界吧，我的英雄。愿您的前路被月光照亮。
愿您的归途一片平坦。哼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。差不多了吧？故事到这个地方，往往就该有个尾声了。兜兜转转，最后竟然还是这个。是错觉吗？比起最初将它捧在手里的时候，这瓶子好像沉重了很多。真的好重啊！勇者将永生灵药一饮而尽，从此背负大家的愿望，留下了传颂千古的英雄之名。够了。人类将自己的勇气化作焰火，用以点燃权杖，又以无间怅惘做权柄的囚牢，由它破散迷雾，以此来彰显权杖耀光。我既已得见你的勇气，其足以承接永恒的加冕，便将第二凭证置于此处，放在不朽的天平之上。如此，第二试炼就此落幕。克莱丽，这一次克莱丽的表现也很棒啊！这就是克莱丽通过勇气试炼的证明吗？勇气是红色的，娜娜记住了。怎么了，克莱丽？克莱丽好像从醒来开始就没说话了。克莱丽，你在哭吗？才没有，我只是刚刚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以前有多幼稚。永生这个词的分量比我想象中还要沉重许多。我没有尝试去理解它，还朝着老师大喊大叫，甚至问他知不知道面对真实的朋友远去我有多难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觉得自己过于混蛋了。身边人离去的悲伤，背负期待的孤独，对人性逐渐麻木的恐惧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我从未深刻感悟过永生这个词背后的含义。这个游戏让我感受到的沉重，也不过是实际情况的极小一部分。我绝不可能切身理解前辈们所经历过的苦痛，而他们当初甚至根本没有做选择的机会。我记得浮华老师对我说过，我们不用再次体会他们曾面对的痛苦，就是他们努力至今最好的回报。我现在再一次深刻的对前辈们肃然起敬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听不懂。克拉丽的话好严肃，我还没有见过克拉丽这么认真的样子呢。或许是因为我平常过于不严肃了。不过娜娜还是明白了一点，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对不对？那你也是有勇气的龙啦。好耶！娜娜通过了勇气的试炼，向着下一关出发。加油，克拉丽，这是最后一个试炼了。走吧。克拉丽在这里。克拉丽，喂，来了。克拉丽，你要消失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看起来比刚才更透明了点，而且你的话好像少了不少。错觉，
哦，这个地方有点眼熟。想起来了，娜娜一直在这里安静地待着，直到克拉丽出现，让一阵大风突然吹起来，把我们全都刮跑了。小孩子不要乱省略，你把我砸飞的事怎么没讲？而且为什么那32个人来你不发光，偏偏我出现时你就冲着我来了？当时好像有一股温暖的力量在抚摸娜娜的头顶，很明亮，娜娜很开心。你要再试试看吗，克拉丽？你可以摸摸娜娜。我还是再看看那处石台比较靠谱，说不定能让这地狱一样的世界恢复最初的样子。没有反应。克拉丽，救命！救命！你不是龙吗？该展现你的力量了。可我害怕。呀！嘿吼！吧嗒！哦！得救了！克拉丽，看，漂亮的花纹。你不是一直待在这里吗？这幅壁画讲了什么？娜娜不知道。不过，那种味道又飘出来了。这次是……我追寻着灾龙的气息来到了这颗星球。因无药可救的瘟疫而满目疮痍的这颗星星，已经死了。本该如此。灾龙途经此处时，落下一片龙鳞，为这死星上寥寥的幸存者展现了不朽的神迹。自此，人类永生。这是灾龙的赐福，还是诅咒？亦或只是一个一时兴起的恶作剧？我不得而知。或许，这也是灾龙所认定的不朽之途。奇怪，这次什么感情都感受不到，静悄悄的，就像一条无声无息流淌着的长河。或许这才是你们龙正常的状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龙鳞还有这种功效？你要试试吗，克拉丽？娜娜也可以送给你一片龙鳞。2片也行，不可以多拿。我赞美你的慷慨，但真遗憾，你的龙鳞显然没有这种效果。好可惜，要是娜娜的龙鳞能帮助克拉丽的意识不再消失，就能让克拉丽一直跟在娜娜身边，吃威化饼、晒太阳、打游戏了。你知道这些事情具体都是什么吗？怎么一直挂在嘴边？我不知道，可是克拉丽谈起他们的时候很开心，娜娜想让克拉丽开心。哼，真想让某个笨蛋跟你学一学如何坦率表达心情啊。是指克拉丽吗？算了，这不重要。克拉丽越来越透明了，我们要快点完成试炼，获得不朽的生命。快走吧。开始吧，我最后的试炼。不知道克拉丽这次会遇到什么趣事。哼，趣事？真的不是让人去世。不朽的天平之上，谎言无处遁形。遵从内心的呼唤，你的灵魂将揭示自己真正的价值。去吧，触碰那第3件圣物，由此，关于信念的试炼便会开启。我期待着你的觉悟。在浩渺的寰宇里，星辰升起，又瞬间陨落，文明繁荣，又转眼凋零。我见证破碎的故事，让有限的世界经由不朽的双眼，
指引永恒的命路。不朽的旅行家见证了无数星球重蹈覆辙，却在偶然间遇到了一颗永生的星星，如此特别。这颗曾被死亡笼罩的星球，偶然间获得了名为不朽的力量，获得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永生。好耳熟，和刚才壁画上的故事好像。此刻，旅行家要用自己的足迹去见证他的不朽，甚至选择他们的命运。在有机会做出选择时，请千万别让自己后悔。哇，这里看起来好热闹，肯定比上一场试炼轻松多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万一这都是用来迷惑我的表象，其实处处都是陷阱呢。那也没关系，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克拉丽，肯定能轻松解决任何问题。你怎么比我自己还信任我？被一条龙信任的感觉有点新奇，不过倒是不坏，那就借你吉言了。虽然娜娜不能跟着克拉丽参加试炼，但我的祝愿始终与你同在。快去吧，克拉丽，或许这次的幻境，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呢。这就是人人永生的世界。要看看新鲜的果子吗？是我为获得永生的纪念庆典培育的高产品种。过去闹瘟疫时，大家都饿怕了。嗨，我总替那些事情做什么？时代早就不同了。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培育各式各样的果树，让大家再也不会挨饿。即使今年失败了，还有无数个明年等着我成功。嚯，这就是永生带给你的自信。不过，祝你早日成功。嚯，熟悉的乐曲，因为是根据我的记忆做的调整，所以永远都是循环播放这几首歌曲吗？我的记忆里就没有……算了，要是找到了绮罗前辈的专辑，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怎么样，我的音乐让你听入迷了吗？大家都夸过我写的曲子呢。我想把我的音乐带给整个星球上的人听。等这个愿望实现了，我就去做别的事情，或许成为最好的厨师。反正时间多的是，足够我折腾了。的确足够折腾。永恒的人生没有终点，选错了也还有下一次机会可以反悔。数不清的明天可以让人努力个够。哼，感觉是笨蛋赫利亚会喜欢的地方。所以，这次游戏里的赫利亚在哪里？我们去那里好不好？去听赛南哥哥的演奏，还要吃克莱娜姐姐种的新水果，然后去城外的草地上放风筝，还呀，这么多安排，今天做得完吗？做不完也没关系，今天没有实现的心愿就留到明天再做。我们的时间有那么长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娜娜，至少现在看起来还不错。格兰妮，大家在庆祝吗？听上去很热闹。是啊，听到能永生，大家都很振奋。哥哥，我们再也不用害怕因为瘟疫生离死别了。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你还是这样急性子，时间那么长，总会有办法。格兰妮，我们会过得越来越好。人人永生的世界，确实不需要面对上个试炼那些永生者的苦难。不过，真的就这么完美吗？呵呵，抓住你了，笨蛋赫利亚！哦，你的初始表情怎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？可是，拥有无限的生命，
真的是一件好事吗？希娜迪亚，怎么回事？失恋也能出 bug？ 来吧，笨蛋赫利亚，这一次你又要给我带来什么有趣的麻烦呢？嘿，是你啊？当然是我，出色的星际旅行家，终极试炼特等奖获得者，优秀的理工技术能力者，无数笨蛋赫利亚的金牌人生导师，天才游戏测评家，大魔王克拉丽女士。我的院子里可装不下这么多人，好久不见。有这么久了吗？是啊，自从你上次说待会儿见，然后隔了大半个月才再次露面之后，我就对你的时间观念产生了怀疑。唉，就像打游戏的时候，一眨眼就到第二天了一样，时间总是一不留神就匆匆飞走啦。不过，永生之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不用算这么清楚嘛。最不缺时间吗？克拉丽，作为旅行家的你见过了那么多颗星星，在你看来，永生的星星和短寿的星星，它们有什么不同？这你就问对人了。我见过太多生命有限的星球，人们无法互相陪伴，离别的悲伤在他们出生起就已经注定。你们这颗星星拥有的永生，正是他们大多数痛苦的解药。不，我认为恰恰相反。就因为生命短暂，时光易逝，温暖的瞬间才能成为美好。但永生让快乐的时光不再短暂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你看，他们现在的笑脸完全证明了这一点。人类拥有无限的生命，可资源却依旧有限。永生无法消除社会隔差，厌倦的情绪迟早会落在每一个人头上。任何创造都将被推迟，文明最终陷入致死的停滞。是吗？可是永生的人类可以和平分享资源，在无限的时光中，人类终将达成道德共识，将每一门艺术都钻研到极致，达成精神的终极解放，这才是人类追求的终点。具体来说就是，所有因为时间有限而无法完成的作品，都将有机会重获新生。这样一来，我追的漫画就都能看到完结啦。你这个人怎么满脑子奇奇怪怪的念头？此时的赫利亚心里如是说道。你这个人的想法倒是有趣，但这关系到一整颗星球将要面临的未来。如果我所担忧的事成真，那便是无可挽回的悲剧。唉，还真是心系大家的笨蛋赫利亚。那你要不要和我猜猜看，我们俩谁说的才是这颗星星的结局？如果这颗星球在未来真如你所说一般凋敝绝望，那我就答应你一个愿望。愿望？我暂时还想不到自己想要什么。或许，等到我们的猜测有了结果的那一天，我应该就能给出答案吧。那时候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当然，就算千百年，对永生之人来说，不就是一闭眼的事？再说啦，没准又是我赢了呢。到时候，我要你请我在这颗星星上最好的餐厅饱餐一顿。但愿如此，克拉丽。于是，旅行家离开了这颗永生的星星，在寰宇中独行，继续践行自己的不朽。他的心中惦念着那颗奇特的永生星球，所以眼前瑰丽的宇宙无法在旅行家心中掀起波澜。他想见他，想知道时间对他们预测的回答。哼，毫无悬念，每次跟笨蛋赫利亚打赌可都是我赢。但凡事总有例外。这里，赫利亚！克拉丽，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。是不是难以想象，
这就是你当时所见的城市。有一天清晨，一颗炮弹飞向我们，战争就再也没有停止。征服的欲望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毫无止境。可土地恒定，资源有限，暴力的抢夺渐渐演变成所有人参与的战争。战争从未结束，手段却愈发残忍。毕竟，永生的星球无人会死，但流血的痛楚并未消失。不顾一切，不惜代价，用最残忍手段发动战争的一方，才会在暴力中暂时获得优势。技术进步无法解决资源问题吗？还是说，他们将技术都花在了战争上？用精心钻研的技术去种植成片的口粮，需要多年努力甚至更久。但从谷仓里抢夺食物，用炮火驱使土地和劳动力一煮，几分钟就足够了，不是吗？有些人尝试中立，却被炮火轰出家园，再无藏身之地。很折磨吧？饥饿难耐却不会饿死，只能蜷缩成一团苟延残喘。永恒的生命意味着永久的酷刑。痛苦像是没有尽头的黑夜，吃穿用度捉襟见肘。无论白昼与黑夜，城市里到处都是绝望的哭喊。为什么不离开这座城市？这颗星球这么大，大家可以找一处地方隐居，离开战火。齐安和格兰妮尝试过，但他们失败了。被抓后引爆了敌人的谷仓，一同化为碎片，无法自愈。用最荒诞的方式结束了永生之苦。我们费尽心力击退了一波人，却还有更多人涌上来。连敌人之间的斗争也会殃及我们的家园。可除了补给品短缺以外，我们的有生力量也越来越少。跑的跑，逃的逃，大家都厌倦了。无穷的时间，注定让人对一切所谓的新鲜事物感到麻木。我们过去的憧憬，一直以来的努力，在时间面前，都只是徒劳而已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永生消除了人类最大的恐惧，大家为什么反而越来越暴力？是啊，作为龙裔的你或许无法理解，但这就是人性。永生填平了时间的壁垒，个体的愈加平等夺走了一部分人的最爱——特权。一视同仁的永生稀释了特权的价值，无法彰显自己优越感的野心家越来越恐惧，更加变本加厉地掠夺资源，垄断财富，最终将炮火对准了自己的同胞。很讽刺，对吧？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寻求人人平等，但却总有一部分人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平等。从流星降临大地那天开始，我们的文明就已经终结了。战争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走上末路，所以没有人想过停战吗？我曾尝试过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大家猜来猜去，即使身处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内心也在无时无刻担心自己被同盟背叛。何况这份猜忌的期限还是永远。恰恰是那段最和平的时光，我却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。当炮火再次落到这座城市，击碎暗流涌动的和平，我甚至为这一天的终于到来感到了可笑的轻松。可是，即使世界已经糟糕到了如此境地，你还是要执着地继续抗争，对吧？既然还有其他人留在这里，那我就要守护这座城市。时间或许会改变我的一切，但我希望自己还能留下一颗为大家而战的心。时间可改变不了你这样倔强执拗、相信希望的笨蛋。不信吗？那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？这一次，大魔王克拉丽女士要留下来见证笨蛋赫利亚最后的答案。
为了观察这颗不朽的星星和这个想法奇怪的人，好奇的旅行家决定暂时留在此地。时间转瞬过去，旅行家和他的同伴坚决拱卫城市，一次又一次击退了侵略者所培育的怪物的进攻。第50年，第1500场战役。这么狠，直接跳进度的，还是激战正酣的时候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是啊。你还好吧？轻轻松松，大魔王克拉丽又一次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袭击，记1分。赫利亚，他好像疲惫了许多。可恶，一下子跳过了50年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还能发生什么呢？战争之后还是战争，所幸永生杜绝了死亡。这种程度的冲突，无论发生多少次，都无法杀死他。这一句概括倒是轻描淡写，他却实实在在的在战火里挨了上千场战斗。我没事，可能只是有点累了。他抬起头，向着被战火灼烧的城池望去。杂草生长在滩皮的砖瓦之间，偶有几个瘦骨嶙峋的孩童见到危机平息，张着大大的眼睛，翻开泥土在寻找食物。空气中一片寂静，只有火舌在燃烧木头的声音。克拉丽，我们会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对吗？旅行家看向同伴期待的双眼。他知道倔强的同伴想用抗争证明自己的意志，证明命运尚且在自己手中。于是，旅行家选择了自己的回答。当然，笨蛋赫利亚，我的智慧加上你的勇气，他们敢来一次，我们就打退一次，用一场场胜利积累起来，笑到最后的肯定是我们。是啊，只要我们还在抗争，希望就不会消失。我们会用一场又一场胜利，抓住自己的命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对野心家们献城，让我的同胞成为他们攻占下一座城市的廉价工具。我必须坚持下去，即使这片土地上已经越来越荒芜。荒芜？的确，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，但即使在残败废墟之上，也会有希望在萌发。你看，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像赫利亚和克拉丽姐姐们一样，保护我们的城市。我也是，我要和赫利亚姐姐还有克拉丽姐姐并肩作战，打跑侵略者。哇，好啦，哥哥，只要我们把愿望挂在上面，就会实现吗？一定可以的。我们走吧，妈妈还等着我们呢。赫利亚，你保护的土地上依然有希望在生长，你所做的一切，这片土地都知道。那是大家建立起来用于祈福的柱子。我们去看看吗？原来上面已经挂满了愿望。我在这条路上经历了无数的战役，还是第一次察觉到，大家对结束战争的期许，已经系满了祈福的石柱。大家都相信我们能够结束战争。我们一定会的，因为这是大家的愿望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克拉丽。你好像总是能在糟糕的世界发现我难以觉察的希望。我吗？这可不是我的人设。明明我们之中，你才是最喜欢用阳光、希望、大家的微笑，这些让我感到过敏的美好事物来劝我出去看看的人。我习惯了独处，即使环境恶劣也没有关系。寒冷的雪夜，孤儿院漆黑的地下室，在一堆不太愉快的记忆里，我依然一个人活得顽强。
而这世界上唯一令我不能忍受的环境，就是我看着自己最在乎的他们，在我的身旁陷入痛苦。赫利亚，你心中的希望不会黯淡，你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人，我相信你。当然，我们会取得抗争的胜利，时间也不能将我改变。我要为了大家的希望，继续坚持下去，就像克拉丽一直所做的那样。放心吧，笨蛋赫利亚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大魔王克拉丽都会和你一起。第200年，第5000场战斗。啊，这么快！那是赫利亚。喂，赫利亚！我没事，物资。别说话了，笨蛋，保存体力。无论物资还是怪物，都包在我身上。搞偷袭！就呀，有了。哟呀！哦。好疼，好疼！区区皮外伤。旅行家看向自己露出白骨的胳膊，上面的血肉正在快速愈合，并无大碍。并无大碍，疼的又不是你啊，赫利亚！旅行家向昏厥的同伴望去，疤痕斑驳的躯体之上，新的伤口在鲜血里逐渐愈合，并无大碍。闭嘴，赫利亚！赫利亚！可恶，这不是跳过时间，简直是让我跳过人生！轮番的轰炸摧毁了城市所剩无几的物资，可即使被饿到昏厥，只要他还留在这颗被不朽赐福的星星之上，他就不会死。物资在哪里？物资没事，放心吧，赫利亚，你好好休息。要是他们再敢打过来，有我在呢。我已经没事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我必须守护这里。赫利亚，我想要留住大家的希望，我想证明自己不会屈从于命运。我的信念会比磐石坚硬，他们的炮火能折断大家祈愿的石柱，也不能摧毁我为脚下土地抗争的信念。那跟大家祈求战争停止的石柱，它已经折断了吗？那2个系彩带的孩子呢？谁？克拉丽，我不记得你说的是谁。有太多孩子曾在这里写下停战的愿望，但他们的结局，或是被野心家俘虏成为苦力，或是被炸弹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发生了太多让我感到绝望的事情。但漫长的战争，重复的成败，还有望不到尽头的目标，他们从未改变你。克拉丽，你永远在奋起抗争，是真正的战士。我？在我因饥饿倒下时，是你守护了仅存的物资。在我近乎绝望麻木的时候，我只有看到你还在拼命战斗的模样，才能鼓起勇气，相信希望没有抛弃我们。可是这几天，在隆隆的炮火声中，我不断问自己，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，我们才能取得胜利？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，我才能做到像你一样相信胜利必将到来？究竟需要多长时间，我紧绷如弓弦一般的信念就会折断，让最后的坚强与勇气都被消磨殆尽？可我不想这样。
除了抗争，我还能去做什么呢？明明我们同样经历了数千场战斗，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到？你懂这种感受吗，克拉丽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眼前的断壁残垣、战火连天，都只是我的一场游戏。我没有像他一样设身处地历经100年来的无尽纷争。我看得见他的绝望与痛苦，可我没有资格说，赫利亚，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。哪怕我知道，他现在最渴望的是一句“我理解你”。赫利亚，我该对你说什么呢？要我告诉你，容易的旅行家早已注意不到这短暂100年时光的流逝，对这颗星球上的纷争也毫无感情的波动。当你日复一日在废墟中挣扎着被击倒，再爬起时，当你身上的伤口一次次崩裂又愈合时，我只是眨了眨眼，就仿佛跳跃了时光。可是，如果我告诉你实情，你会不会害怕连最后的伙伴都离你而去？赫利亚，我不知道在一颗永生的星星上，在不朽的战火中，该对你说什么。克拉丽，我们会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对吗？旅行家知道，倔强的同伴总是用战斗的胜利证明自己的信念永不磨灭，这是他掌控命运的唯一方式。于是，旅行家不再沉默，选择了自己的回答。不对，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回答。都已经打了几百年，就算我们一次次打退敌人，又解决了什么？这根本算不上胜利。我只能站在他面前，无法直面他的问题。原来，当我遇到从未深入思考过的烦恼时，我还是那个戴着毛线帽、逃到角落里的幼稚鬼。赫利亚，这次的战斗就把舞台留给大魔王克拉丽女士怎么样？总要有人将物资送回去。你可以吗？但我想要战斗。克拉丽，你说过，你相信我心中的希望不会黯淡，意志不会沉默。你相信我们会取得战斗的胜利。你现在还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，赫利亚。我是你唯一的同伴，即使所有的鼓励对你来说都是饮鸩止渴，但我知道，你不过是需要一句朋友的肯定，去挨过无边的岁月。所以，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回答。赫利亚，我相信，你心中的希望不会黯淡，意志永不沉默。谢谢你没有否定我，克拉丽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因为你相信我，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可是我后悔了，我不喜欢自己的回答，因为我错估了永远的重量。第500年，第2万场战斗。赫利亚，危险！有了，去把他们轻轻敲醒。跳！结束了。一片空城中，旅行家在被炸毁的石柱旁找到了他沉默的同伴。即使身历数万场战斗，在怪物堆里伤痕累累，只要在这颗星星之上，他就能活下来。闭嘴！难道只要活着，他经历的伤病、饥饿和痛苦，这些噩梦就可以一笔勾销？赫利亚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在怪物堆中一动不动？怪物来了，要打仗了，克拉丽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赫利亚，
怪物已经被消灭了，战斗结束了。战斗结束了，战争结束了，我们胜利了吗？克拉丽，赫利亚，抱歉，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，我们的胜利也是暂时的。这样啊，是啊，在这颗永恒的星星上，什么都不会结束。这场战斗赢了，就要打下一场，然后是下下场，无穷无尽。你看，曾经被大家寄托希望的祈愿石柱，如今只剩下了残破的瓦砾，就像希望一样无处可寻。我们还会赢下战争吗？克拉丽，这是他第3次问出同样的问题。旅行家知道，同伴只需要自己的鼓舞。在这颗永生的星星上，他还有无尽的时光。于是，旅行家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回答。不，其实赫利亚心里清楚，战争不会结束，胜利更不会到来。我不想再欺骗他。赫利亚，这场旷日持久、永无尽头的战争不会结束，就像胜利不会到来。为什么，克拉丽？为什么？明明我做了那么多，我想守护大家，为脚下的土地而战，但这座城池却成为了所有人的枷锁与牢笼。粮食与补给越来越少，愿意抗争的人们也渐渐消失，至于断壁残垣，我曾相信只要我不停抗争，我总有一天能停止战火。我告诉自己，我的努力可以得到结果，好让我抓住自己的命运。可是，在一片静止不动的永恒中，我做什么都是错。我的病痛、饥饿、牺牲，我的勇气、时间、劳苦，都算不上什么，因为我不会死。我的双手里却永远是空的。赫利亚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不，只有你才算做得好。几百年来，是你在我茫然时用热忱鼓励我，在我退缩时用信念宽慰我。你说过你相信我，所以我不想辜负克拉丽。可我……不，赫利亚，我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我看着你浴血奋战，在炮火中不肯停息的背影，我知道只有你在时光的长河里破浪而行，而我只是在深渊里不停挣扎。克拉丽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只是一个懦夫，一个失败者。不是的，你不是失败者，也不是懦夫。在还没获得永生时，一个人的生命只有100年。如果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任何人都会夸赞他们拥有了不起的信念。而你在这里，为脚下的城市坚守了不知道普通人的几辈子。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赫利亚，这是事实，不是我的安慰。可是，我想像你一样做到更好。与我一样永生的你，是怎样才能做到，在一片看不到头的道路上，坚持向前奔跑？明明他是最喜欢谈论未来与明天的笨蛋，却在数百年不曾断绝的战火中，只留下绝望。笨蛋赫利亚，如果我真的如你一样，未必会有你做得好。我不明白。因为我是天底下最怕麻烦的人，做事情从来都是听凭兴趣，每天只会懒散地找个舒适的角落自娱自乐，无论世界发生了什么，都与我无关。
可是有人闯进了我的角落，喊着希望未来与拯救世界冲过来，将我从舒服温暖的沙发上抠出，让我见识清晨5点的训练场，凌晨2点的自习室。真可恶啊！他拽着我一路奔跑，但遗憾的是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出发时渴望抵达的终点，甚至还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可在这条路上，他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阳光正好，花草也不错，我们帮助过的人就在路旁对我微笑挥手。我身处的当下就是个值得勾起嘴角的好天气。赫利亚，是那个和你很像的笨蛋改变了我，让我开始注意这个世界为我呈现的风景，还有那些因为我的行动而改变的风景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结果去证明自己的意志，因为在向着目标前行的道路上，我们无数次用自己的意志做出了选择与行动，那就是我们抓住命运的时刻。希望不在道路的终点，而在我们的心里。你不需要在永无止境的战火，一座近乎残破的空城中追求你心中的未来。当你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就知道，即使经过再多的时间，也不会改变你守护大家的决意。因为无论在哪个世界，赫利亚都是一个执拗的笨蛋，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。克拉丽，我曾经相信战争会结束，我能够保护大家。可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我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一次又一次地挥起武器。希望没有错，相信未来也没有错。可怕的是，在这颗永生的星球之上，我捅不破这块天长地久的屏障，任何期许都必定成为让自己心灰意冷的囚笼。因为永远实在太长，就像水滴终于穿过了坚韧的岩石。我从未想过时间的力量让本应是美好的选择全部成为谬误。路没有尽头，当我有无数个明天可以去幻想得到结果，也便有无数个让它化为泡影的日子欺骗自己去坚持。所以这条路到底是我的执念还是我的意志？你说的对，克拉丽。希望不在道路的终点，而在我心里。我行动的意义不需要无尽的未来去评价。如果这样，我就会一事无成。是啊，笨蛋。我挣扎着让自己不要被时间所改变，却在无止的永恒中悄然放弃了改变时间。所以怎么了？我记得你曾经答应过要帮我实现一个愿望。哼，笨蛋赫利亚记性不错嘛，几百年都没有忘记。说吧，大魔王克拉丽女士言而有信，说到做到。我想请你带我离开这颗星星，结束名为永生的诅咒。克拉丽，你说过自己是龙翼的旅行家，拥有星际旅行的力量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离开这颗星球，在宇宙中找到一颗平凡普通的星星，将文明播种。离开？只要离开这里，它就会死去。旅行家明白死亡的含义，它比遗憾更痛苦，比绝望更残忍。我想结束永恒的生命，让我的时间不再是不涨不落的河川。我们的道路会随着世界一起向前。赫利亚，结束永恒，意味着我们终有一日不能陪在彼此身旁。所以，如果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甚至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。克拉丽，我想知道你会怎么样。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是我漫长时光里最重要的人。我对你的依赖是永恒的纷争中从未改变的东西。我无法想象自己失去你会有多么糟糕。
可是，赫利亚，那个被训练机甲打倒无数次也要站起来反击的你，那个撑过了几个世纪漫长抗争的你，才不会任由悲伤让自己止步，对吧？但是克拉丽，我会想起我们珍藏的回忆，未尽的道路。我会逼着自己慢慢走出悲痛，带着你和我的约定，继续向前，直到我在死亡中与你重逢。因为你是我漫长时光中最重要的人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真是个笨蛋，赫利亚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是赫利亚的话，一定能做到。其实，害怕孤单、讨厌离别的人从来都是我。我想要你们给予的陪伴，也想要你们露出的笑脸。我想要你们获得幸福。那么，克拉丽，你愿意带我离开吗？希纳迪亚，我会带你离开，我答应过你，赫利亚。啊，等等，选项被改变了，是谁在搞鬼吗？克拉丽，为什么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我的选择。人类将自己的信念化作晶石，用以砥砺宝剑，又以一缕羊毛吹落于剑刃，羊毛立断，以此证明宝剑锋利。我既已得见你的信念，其足以荣耀永恒的馈赠，便将第三凭证置于此处，放在不朽的天平之上。如此，第三试炼就此落幕。克拉丽，哇，你的试炼已经全部完成啦！啊，克拉丽是最后一名，这不对吧？明明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是最后一名？那不是我的选择，更不是我的意志，是试炼的缔造者篡改了我的决定。不仅如此，故事的叙述者还强硬地参与到了故事中来，修改我的意愿。而那个闪烁过2次的希纳迪亚的幻象，也绝不可能只是个偶然的错误。如此一来，我倒是确信了一件事：与前2个试炼不同，第3重试炼的幻境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游戏，而是在遥远的另一颗星球上真实发生过的事。哼，我说的对吗？纳赫拉。纳赫拉，好熟悉的名字，为什么突然提到他？因为这座遗迹的主人，试炼的缔造者，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，所有的线索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了他。寰宇的旅者，不朽的龙翼。还需要我列举更多证据出来吗？纳赫拉，向前来吧，一心的试炼者，你终将获得自己渴望的一切。哇，真的说话了！克拉丽，我们快走，这次可不能再让他作弊了。